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项目 Face Speech。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一个语音克隆项目，它这个主要的功能我们简单看一下，就是输入10到30秒的一个声音样本，然后呢就可以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输出啊，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啊，确实。然后呢支持多种语言，现在支持这么多种，这个大家瞅一眼就行了，反正基本常见的都有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是给大家准备好的整合包，这边呢有一个启动文件，启动一下，这个需要稍等一下，这样就打开了。这边有个地址，它会自动打开。如果没有打开的话，你点一下这个地址。然后这个工具就是这样，这边呢有个推理配置，这边数据预处理以及这个训练配置，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。这个是对模型进行微调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推理。它这个工具的使用起来确实非常容易。咱们其他的这个语音克隆工具呢，大部分来说是需要训练一个模型的。那么这个项目呢不需要，它有一个通用的模型在。然后这个通用的模型呢，就可以简单的实现一个声音样本的一个克隆。那么这边呢，这些地址呢，其实你不用改，全部默认就可以了，也不需要调整，因为咱们模型没有微调嘛，所以这边的地址呢全部默认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打开推理服务器，点一下，这边呢会打开一个新的地址，这个我们需要稍等一下。这边出来一个新的地址，那么我们点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进行这个推理的一个界面。这边需要输入一个文字啊，这个我们来找一下。好，咱们就这段话，然后呢复制过来。那么这边有一个规范化文本，就是你里面有一些不太适应的格式，它会自动调整一下，但这个大部分情况来说没什么用。这个高级参数，就是我们这个推理需要调整的一些内容。这些东西呢，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，其实没有必要改动。那么我们这边呢也不去修改，然后直接点那个生成按钮，稍微等一下结果。这个速度非常的快，花了大概10秒钟，这边出来了，听一下效果。只需复制并粘贴多语言文本到输入框中，无需担心语言问题。目前支持英语、日语、韩语、中文、法语、德语、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。这个效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么因为这个语音呢是它默认的语音，这个你每次点这个生成的时候呢，会生成一段这个不太一样的语音。我们再来听一下，点一下，这一次呢它应该是个随机的一个结果。好，完事儿了，听一下。只需复制并粘贴多语言文本到输入框中，无需担心语言问题。目前支持英语、日语、韩语、中文、法语、德语、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。这个声音呢跟上一回就不太一样了。那么这个每一次呢是个随机结果，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。然后假如说我们想指定一种声音怎么办呢？这边有个参考音频，可以启动一个指定的一个音色，就是比方说你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声音，你可以在这边呢把它上传过来。这个咱们试一下。现在这个启用，它这个没什么好选，找一个声音文件，选这个声音，这是一首诗，床前明月光，就用这个声音。然后呢，这个下面呢，你需要把这个文字吧，就是这段语音它的文字内容填到下面。这个我们来填一下，这是这个语音的文本，这个填对就行了。然后呢，点这个开始生成按钮，稍等一下结果，听一下这个效果。只需复制并粘贴多语言文本到输入框中，无需担心语言问题。目前支持英语、日语、韩语、中文、法语、德语。大家听到了，那么跟这边的声音呢是完全一致的，没有任何区别。所以这个项目呢，做这个语音克隆呢，确实是非常方便，不需要训练任何的模型。所以这一点呢，确实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，这个非常好。那么我们这边呢，还有一个小问题啊，这边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？这个咱们这段话呢，它没有全部读完，后面还有一个阿拉伯语和这个西班牙语，它这边没有把它变成音频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我们缺了一个句号。这是这个项目必须的一个条件。如果你后面不加这个句号呢，它这段话它没法识别。所以这个每一段话的结尾呢，大家一定要给它一个标点符号啊。然后我们再来跑一下，点一下，这边稍等。这个是我们新的这个声音，我们直接从这个后面开始听。刚才的话它是到这个德语这块，后面就没有了。我们听一下，德语、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。这回就完全正确了，这个所有的文字全部读出来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小问题啊，但是很容易被忽略掉，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。其他就是一个批量推理，这个批量推理的话就是一次它会生成几段话，
然后呢，你可以从几段话里面选一个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语音样本的一个语音的一个合成，不用训练，上来就能克隆，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厉害的。好，我们关掉它，然后这边呢你把这个去掉，释放一下内存。接下来就是这个模型的一个微调，就这个微调呢，对于我们一般的用户来说呢，其实没有必要去搞这个东西。推理服务器这个呢已经足够我们使用了。假如说你想更高级的去使用这个项目，一些高级的用法，那么你可能涉及到这个数据的一个微调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去使用。我们首先呢需要找一段这个声音，我在网上下载了这么一段，我们来随便来听一个。房子非常破旧，因为年久失修，一个屋角。就这个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准备好声音之后呢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地址把它复制到这边来，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音频的一个目录。然后这个原文件的移动处理方法，这个咱们选复制就行了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把这个 CCC 这个文件夹里的文件，把它复制到这个里面去。打开标注工具啊，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说。那么下面呢，选择这个东西，这个 CUDA 还是 CPU， 大家自己选。那这个模型呢，肯定是上面这个模型效果更好。我这边给大家下载的也是这个模型。如果你想用下面这个模型的话，你就选。待会儿点开始的时候呢，会自动下载这个模型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是中文是吧？把它选一下，下面这个勾上，然后点这个加入处理区。好，大家看这个就过来了，把它选中，然后点这个文件预处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稍等一下。它这个预处理呢，说白了就是打标，会对这个语音进行一个识别，然后生成对应的一个文本文件。大家看到这边啊，它这个对声音的一个识别已经跑完了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结构，这边可以拉一下，然后点下刷新，大家看这边就出来了是吧？这是一个声音文件，然后呢配一个文本。那么这个预处理结果呢是在这儿啊，大家可以在这个文件夹里找一下。这个应该是它的文本，大家看是这个声音的文字对吧？然后如果说你发现这个文字呢有错误，当然我们正常情况下还是最好看一眼，所以说点这个打开标注，这边呢会打开一个新的页面啊，就这个页面。然后呢我们要选中这个文件，它这个文件呢就是这个啊，然后把这个复制过来。1896年12月2日，格奥尔基·康斯坦丁诺维奇。这是声音，那么下面呢是它这个文本对应识别出来的文字。然后你看一下，如果这个文字不正确的话，你就把它改一下。这边呢，因为只是做演示，我就不去精修了。当然这个文字应该识别还是比较正确的，我大概瞅了一眼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这样啊，这个大家应该都懂，这个就不去细说了。那么关掉它啊，把这个去掉，释放一下内存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第一步这个数据的预处理呢，这个就算是做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点那个训练配置。那么这里面呢是有两个选项，我们这个选这个拉玛配置，官方推荐的使用这个拉玛配置来进行这个数据的微调。然后呢，这些不用改，这些默认就可以。这边这个训练步数需要改一下，待会儿我们再说。这个批次大小，这个根据你的显卡来调整。如果你显卡不太好的话，那么这个调小点啊；显卡好的话，你可以调大一些。这个我们就保持默认2，这个就不改了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每 n 步保存模型，这个是50步保存一个，这个我们略微的大一些，把它改成100步，改成100步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就是训练完了之后呢，它是50步存1步，最后出来会是2个模型。啊，这还有个这个精度，这个的话根据你的显卡，如果你是30系显卡的话，那么选这个；如果是30系以下的话，那么选这个下面这个，根据自己的情况选就行了。其他的保持默认，然后我们点这个开始训练。因为我们这个声音样本比较少，所以说这个训练还是比较快的啊，这总共100步。这个稍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结果。这边提示我们训练停止了，那么就训练完毕了。那么这个训练的结果在哪呢？在这个地方啊。这个模型输出这个路径里面看一下，这个文件夹里面啊，这是我们刚才训练的模型，因为我们是总共100步，每50步保存1次啊，所以这边是2个，这个是我们想要的模型。然后呢，这个训练完毕之后呢，模型是不能直接使用的，我们需要合并，把它合并到这个 LoRa 模型里面。那么我们来选一下，这边没出来，它这个有时候就出不来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关掉，重新开一下。它这个刷新有点问题啊，当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小问题。好，我们选还是刚才这个合并，大家看现在有了对吧？选这个第2个
它是100的，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模型。我们会把这个我们训练出来的这个拉玛这个模型，把它合并到这个里面去。这个是这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模型。那么这个模型里面，我们刚才训练的这个声音，那么就会对这个主模型进行一定的这个调整。比如说这个声音呢，它可能不是你想要的，你希望这个声音呢变得更洪亮一些，或者变得更细一些。那么你就找一个符合你这个需求的这样一个声音，把它训练完成。然后呢，把你训练完的这个东西呢，把它合并到这个原来的模型里面去。那么原来的模型里面的这个声音呢，就会受你这个新训练出来的模型的影响，它的音色呢就会发生改变，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，大家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。然后呢，我们搞完了，那么这边呢就进行一个合并，点合并，我会把2个模型呢合并成一个新的模型。那么合并完的话，它应该是在这个模型应该是在这儿啊。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合并之后的新的模型，大家看，同样的是叫这个名字，它会增加一点点，这个是96818，我看原来的是965812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微调之后的一个结果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微调呢就做完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是这个推理，这不是有个服务器配置嘛？那么这边呢是有一个这个拉玛模型路径，这个是默认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因为我们进行了微调，所以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路径。复制一下，你把这个新的这个路径呢给它复制过来，接下来呢就打开这个推理服务器啊，然后再去推理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这个微调的一个使用方法，这个咱们就不去做演示了。这个数据微调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，如果你想玩的更高级一些的话，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个微调处理。大部分情况来说，我们直接用这个推理就够了。大家拜拜。